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张祥前。他自称呢19岁被外星人抓走，还告诉他好多关于宇宙的奥秘。这本书的名字呢叫《果克星球奇遇》，这是一本科幻性质的小说，但是作者呢说这是他的亲身经历。书中详细描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外星文明社会的日常生活场景。书中除了对外星发达科技的描述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这个外星文明对爱的极致的追求。其实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个外星文明的社会形态与社会的结构，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张祥前在书中就说外星人告诉他呢，宇宙大爆炸是没有的，宇宙本来就存在，而宇宙呢也没有开始和结束。宇宙的星球无限多，空间呢是无限的大，宇宙的时间无限长。时间的本质呢，是我们观察者周围空间以光速、以圆柱状螺旋式的向四周发散的一种运动，这就是给我们人类的一种感觉嘛。没有人呢，就没有时间，没有人这个观察者的话呢，亿万年前和亿万年后呢，所有的事情都会重叠在空间的一个点上。空间看起来膨胀，其实呢，是因为宇宙中任意一个物体、任意一个观察者，他们的周围的空间都在做发散式的运动。那宇宙呢是由物体和空间构成的，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物体运动和空间本身运动的一种描述。那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呢，感觉就把我们现在普通认为的这个宇宙大爆炸理论给推翻了，好像听懂了呢，又好像没听懂。在看完张祥前的一些文章和视频之后呢，我甚至觉得有那么一丁点的可信度。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张祥前。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张祥前呢，是1967年出生于安徽省庐江县的一个农村，他的家境十分贫困，有一个哥哥和2个妹妹。初中的时候呢，学习一般，连续2年呢都没有考上高中，于是呢就在家务农了。那白天干农活呢，晚上靠抓一些鱼来补贴家用。到了1985年的夏天呢，那年的张祥前19岁正常的话应该是18周岁，因为农村一般都会虚1岁嘛。就连1985年这个年份也是通过他当时写信的内容所推算出来的。因为他在信里呢自称自己是19岁，所以按照当时的习惯推出来呢，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在1985年了。书中就说呢，在有一天夜里他正在睡觉，忽然隐隐约约就感觉到屋顶上好像有什么东西，突然一瞬间呢，屋内被不明的光线照明，如同太阳炽烈般的那种光亮。而张祥前呢，看到眼前的景象，瞬间就被吓得失去了睡意，并在左边的墙上呢，就看到了发光的液体呢渗透进了屋内。这种呢，仿佛就是科幻片里出现的场景吧，但是在他的眼前出现了。而这些液体呢，居然慢慢的开始气化了，如烟雾一般的，还慢慢逐渐的就形成了一个人形。这些人形呢，就像是很多个纳米的那种小机器人一样，渐渐组合起来的。有高度密集恐惧症的人呢，看到这里估计会疯的。张祥前呢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肯定就没见过这种场景嘛。当时呢吓得腿都软了，一直在那颤抖，整个人都僵在那里，身体完全呢就不听大脑的使唤了。后来呢，这些人虽然没有张嘴跟他说话，但是张祥前明确的表示，他就听到了一个非常标准的男人的声音，就告诉他说跟我们一起出去吧。张祥前就回忆说当时他的大脑呢是很清醒的，他知道那肯定不是在做梦。紧接着那个人说完话以后呢，他就感觉到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正猛的一下扑到了他的身上，瞬间的就控制了他，然后突然就感觉脑袋呢就灌满了某种液体一样，有一种强烈的被什么东西充实的感觉，意识也被这种无形的力量所控制住，变得有点模糊，大脑的思考和判断呢也都有点不利索，各种感觉都好像是瞬间钝化了一样，就反应没有那么灵敏了嘛。那张祥前观察到这些人形不明物体是从屋内直接穿透到了外面，他就非常惊讶，发现似乎墙壁变成了半透明状，他被人形不明物体催促着要跟上来，他便也就跟了上去了。那这个时候一定大家都非常好奇，穿透墙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张祥前呢刚好就在这个书里详细的描述，他就说那种感觉就是你能够感觉到泥土潮湿和闷热的一种腥臭味都可以闻得到，也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是被分解化了，每一寸肌肤每一个关节呢似乎是独立的分裂的那种感觉，但是没有痛感，他还可以感受到那种分开的那种摩擦感，
他说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平常走路的速度，唯一的感觉就好像脚后跟呢被撞击，有一种闷痛感，但这种感觉呢稍纵即逝了。后来他就观察了这个人形不明物体用什么东西在照亮墙壁。那张祥前当时心里就想估计就是这个东西呢，他们才可以穿越墙壁的吧。当他们穿越出墙壁之后呢，除了进房间和在外面照射墙壁的2个男人之外呢，他还看到了一个女人。那这个女人看上去身高也就1米左右，现在的幼儿园的小班的孩子呢，大概也得有1米左右了吧。但是这个女人看上去非常成熟。刚开始的那个女人似乎还有点害怕，跟张祥前呢故意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按照张祥前的描述呢，这个女人在我们的地球人看来是属于特别性感的那一种，眼睛很大，眉毛短而很淡，额头饱满，脸、下巴、鼻子、嘴都很小，皮肤非常的光滑，甚至呈粉白色，身材非常的苗条，虽然不高呢，但是给人一种很高挑的感觉，再加上腰特别细呢，臀部又特别的宽丰满呢，头发又黑又亮，一束一束的呈螺旋状的向外散开，就有一种特别妖艳的感觉。张祥前就说看到这个女人之后呢，突然就看到空中有一束白光瞬间照射了下来。张祥前说这束白光给他的感觉就是密度非常的高，而且射出来的时候呢是一节一节的向前延伸的，收回来的时候呢也是一节一节收缩的。他说之所以觉得这束光的密度很大，是因为这束光照到的地方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这束光丝毫没有散光。也就是说平时我们看到再强的光呢，也都是带一定发散性的，即便是激光呢也会有散光，但是这种光呢它却不会发生散光。其实这种光呢在 UFO 界呢是非常出名的，他们被称之为冷光。那张祥前呢就顺着光线抬头向上看，他就看到了一架大型的飞碟，他就形容到这个飞行物呢就像2个草帽叠在一起，这不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那种典型 UFO 的样子吗？他仔细观察这个 UFO 距离地面呢大概有几十米高，没有任何引擎发动的声音，而飞行物底部呢看得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可以发现呢光线就是从这个底部发出来的，底部甚至还有几排小的闪烁的灯发出不同的颜色。正当张祥前观察这个飞行物的同时呢，他突然之间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慢慢漂浮了起来，瞬间呢昏了过去。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呢，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他就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圆形的房间，墙壁看上去呢是纯金属制作的，没有窗户，没有门，没有丝毫的缝隙。房间里呢有柔和的光线，但是又看不到我们所谓的灯之类的东西，感觉呢就是从墙壁里均匀散发出来的一样。房间里的摆设十分的简洁，房间最中间的位置呢有一根圆柱和顶端相连，那柱子的直径大概3米左右，高呢大概5-6米，底部呢有一圈凸起的台阶，宽度和高度大概40厘米左右，整个圆形的房间呢直径有几十米。张祥前就说呢，他后来才知道那个房间呢其实就是外星人的飞碟，印象中自己跟那几个外星人是被那道白光从飞碟的底部吸上来的。他在一处墙壁的旁边呢看到了有一个3维立体的图像，大约呢是80厘米高，画面呢还在不断的变化着，就好像放电影一样。这估计呢就是 UFO 的行车记录仪了，难道他们也会担心出交通事故吗？但是整个 UFO 的内部呢却没有任何的仪表，也没有任何控制的面板。后来张祥前才知道那个3维立体的图像呢不仅仅是他们的行车记录仪，而且也是他们 UFO 的控制中心。随后呢张祥前就说呢，在 UFO 里一共看到了4个人形生物，跟出现在他家的2个人呢差不多，都是面无表情，感觉他们很像是机器人一样。其中的2个呢上来就把他的衣服给脱了，随后这4个人穿过墙壁呢，似乎进入了另一个房间，然后呢又出来了3个真正的外星人。他说因为这3个人给他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3个人的面部呢都有表情，而且很明显能够分辨出来其中是一个女性，有2个男性，而其中的这位女性呢跟张祥前穿出墙壁来之后见到的那个女外星人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应该是同一个人。这一次呢在房间里面呢光线就稍微好一点，所以看得就非常清楚。这个外星女人呢穿着连体的紧身衣，就好像跟身体融合在一起一样。身边的2名男性呢跟这名女性有相同的身体特征，都是大眼睛、小鼻子、小嘴，但是他们一看呢都是一些男性的特征。
其中一名男性走向张翔前呢，右手放在了胸口，这应该是他们的礼节了，就像是我们见面握手一样嘛。接着呢，就开始跟张翔前说话了，但是他说话的时候呢，声音是很不清晰的，嘟嘟囔囔，似乎需要借助呼吸才能够发出声音。后来张翔前才知道呢，这些外星人的肺部呢，其实已经退化了，他们可以直接从外部吸收氧气进入血液的。我们人类在发声的时候呢，是需要结合肺部才能够完整，所以他们的发声功能已经退化。而张翔前说呢，他后来了解到这些外星人之间相互沟通呢，都是借助于他们的人工肠扫描信息截屏技术。那这个技术呢，稍后我们会专门详细的讲。有了这个技术呢，他们也就可以无阻碍的沟通了，就类似于呢意念交流一样。但是他们跟张翔前在交流的时候呢，也会用声音。那么这3个人中呢，其中有一个男性叫诺顿，是一名生物学家，他就对这个张翔前说这次呢由我来负责你的这一次旅行，欢迎呢你来到果克星球访问旅行。张翔前也是一脸无奈表示这并不是自己自愿的旅行。这里的果克星球呢，应该是音译过来的。他还曾经问过这个外星人他说你们的星球到底在宇宙的什么位置？但是呢，外星人并没有回答他。另外一名男性跟诺顿长相差不多，名字叫苏戴尔，他是一名物理学家。这个人给人一种吊儿郎当的感觉，不像是刚才那位物理学家那么严谨。最后那位女性的名字叫韦利，她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声音非常的稚嫩柔和，有点像婴儿的感觉。那听完他们的简单介绍之后呢，张翔前就放松了不少。他知道这些外星人应该就是一些高等文明的生物，应该不会用野蛮的方式杀害他，或者是把他给解剖掉嘛。接着呢，生物学家诺顿就用手呢在他的面前拉扯了几下，然后就出现了一个3维立体的图像，应该是有关于张翔前的资料吧。诺顿就说你的名字叫张翔前是吧？你小的时候呢曾经多次被我们接到飞船上，周围的人都叫你钱哥或者是阿钱吧。我们邀请你来呢，是想通过你呢做2项非常重要的实验。第一个实验呢，就是我们要研究你的脑部。那张翔前呢听完了之后马上就慌了他说会不会把我的脑切开旁边的那个物理学家呢，苏戴尔就直接的就笑了，他就说呢，只有你们愚蠢的人才会喜欢这样做。诺顿也说不会的，我们会使用我们的人工场扫描技术，这样的技术就可以发出一种宇宙中的无形物质，就算是深入到你的大脑内部呢，也不会对你的大脑有任何的影响。感觉诺顿的描述的这种物质呢，就是目前科学界还没有发现的暗物质。但是暗物质呢，又是按照宇宙大爆炸的模型推导出来的一种东西。而这帮外星人的理论呢，就觉得宇宙大爆炸的理论是不存在的。所以他们说这种物质呢，就是目前地球的知识体系很难解释到底是什么东西。张翔前这个时候心里就在想那我到底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我连高中都考不上的人，大脑有什么可以值得研究的呢？那诺顿这个时候似乎就猜透了他的心思跟他说呢，你小的时候在放鹅的时候接触过超高等的文明，我们想通过接触你的大脑呢来获取一些信息。这个时候张翔前瞬间就回想起了自己7、8岁的时候呢，有一次放鹅的经历了。事情的回忆呢是这个样子的，他是在大约7、8岁的时候呢，他一个人在放鹅，突然呢就看到了几团气雾状的东西呢在眼前开始晃动。那其中有一团呢就突然冲向了这个张翔前，脑袋当时嗡的一声然后眼前就是一片漆黑。过了好长时间呢，他才清醒过来。醒来的时候气雾也消失了，但整个过程呢，他没有看到外星人，也没有看到飞碟，只看到了天边呢闪过了一道红光。当时正好是傍晚了，张翔前也没在意，然后就直接回家了。诺顿刚才那么一说呢，张翔前就觉得应该是那一次经历了。诺顿还说呢，其实我们不需要你做什么，你只需要配合我们实验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会带你参观我们的星球，会带给你很多奇妙的经历，也会告诉你呢许多你们星球上没有的知识。这些经历呢，会让你成为你们星球上的名人，你将会成为改变你们星球命运的一个关键人物。直到你们的星球文明消失呢，都会有人记得你的名字，因为你将会是第一个知道时间秘密的人。无论在哪个文明之中呢，知道时间本质的人一定是所有科学家中真正的王者，因为时间的本质呢是宇宙最核心的秘密。然后旁边的物理学家苏戴尔就说呢，这次旅行我们还会给你安排一位漂亮的女友。然后呢，眼睛就瞄了一下旁边的那个女外星人韦利。
这时候张祥前看到这个女外星人似乎表现出来很不屑的一种表情。诺顿接着就说我们这次请你来呢，还需要你配合做另一个实验，就是让你跟我们星球上不同的女性呢做各种行为实验，并且呢要记录下你脑部、意识和身体各部位的生理信息。我们会将这些信息呢转化为数字之后就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交换了。由此呢，我们就可以获得财富。因为我们的星球是一个虚拟化程度非常高的文明，许多感受呢是可以通过这种数字信息直接传达到人体内的。也就是说呢，你在跟我们的星球的女性进行一些行为的时候呢，我们会把你的感受以及生理方面的信息呢记录下来，让我们星球的人呢来体验和感受你所感受的那种信息。这种东西呢，在我们的星球价值很高。外星人就说呢，地球人可能无法理解这些之前你小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把你带到我们的星球上来，就是因为当时呢你还没有发育成熟。诺顿还说我们所在的星球呢，实际上不止一个，就像你们太阳系的行星一样，我们的星系里面有几十个星球上都有我们的人在居住。不同的星球上呢，种类也不同，体型也是各种各样的，有些可能非常的怪异，以后呢你就都会遇到的。接着呢，张祥前就问那我要在你们的星球待多长时间呢？诺顿就说大概1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时间的流逝和你们的星球是不一样的。你在我们的星球的时间加上来回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你地球的1个晚上的，所以天亮之前呢，我们就会把你送回地球了，包括你家人在内没有人会察觉到的。那张祥前听了之后呢，就问那你们那么厉害，能让时间倒流吗？诺顿就说时间倒流呢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时间流逝的快慢。因为时间流逝的快慢呢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宇宙中不同的星球、不同的地方的时间流逝快慢都是不一样的。只有将2个不同的地方进行比较，时间流逝的快慢呢才有意义。同一个地方的时间流逝的快慢是没有意义的。比如物体的大小，只有不同的物体进行比较呢才有意义。因为我们可以用人工场扫描技术呢，对某一处的空间照射，使某处空间充满能量场，来达到呢改变时间流速的目的。可以让这个地方的时间流速变慢，也可以让这个地方的时间流速呢变快。这个在我们的星球呢被称为时间的视差。但是时间倒流呢是做不到的，因为你说的时间倒流是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地点发生的事件，同一个地方的时间流逝的速度进行比较就没有意义了。其实我看到这里呢，就感觉这个外星人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时间的确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质量体积的星球上呢，时间流逝的速度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嘛。那说完这些呢，诺顿呢就提醒张祥前说我们要出发了。飞船启动之后呢，驾驶飞船的工作呢就全部都交给了机器人去做了。那外星人告诉他说旅途大概是1个小时的时间。外星人说呢，飞碟有3种时空状态，一种呢是零质量激发状态，始终以光速运行；一种呢是微小质量的准激发状态。他说我们到达地球上的时候呢，就是处于准激发状态的，就可以悬浮在空中。还有一种呢是平常状态，里面的动力系统是关闭的，具有平常的质量。张祥前还说他去的时候是很清醒的，回来的时候呢就不清醒了，有可能是被催眠了。那张祥前到了果克星球又发生了什么呢？讲到这里这本科幻小说的第1部呢也就讲完了。别忘了关注宇哥看后续的内容哦，拜拜。